拿了银子，快走吧。你这秘密啊，我吃一辈子。大家好，这里是扣码电竞。LCK 焦点战打出了让人无语的结果。此前我心想 T1 和奸姬的对话一定是一场精彩的强对话，没想到当我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时候，我始终睡不着，心中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凭什么呀？大多数时候，一个赛区内部有两支头部队伍相互竞争是很正常的，两队明星云集，强对话互有胜负，不仅能吸引观众目光，还能相互提升。但有时候赛区的队伍往往会呈现等级分明的大小王现象。去年 LPL 赛区京东面对 BLG， 从最开始的互有胜负到最后的速通，让人感叹既生瑜何生亮。转头一看 LCK 这边也挺让人无语的，一开始 T1 和奸姬还算是互有胜负，只不过奸姬在决赛赢得多， T1 更能掌握常规赛。没想到从去年夏天开始， T1 面对奸姬就开始不对劲起来，不仅仅是季后赛和决赛赢不了，就连常规赛也输光了。这种情况令人感到意外的原因就是 T1 这场输的实在是太难看了，两场比赛，一场被26分钟速通剃光头，第二场比赛也没有什么水花，观感上和去年 BLG 面对京东太像了，连续输得多了，选手没心气， BP 上也被对手的教练组摸透了，说白了就是爸爸打儿子的既视感太强烈了。回到比赛，首先不得不承认，奸姬实在是太了解 T1 了，沙皇这版本的默认 ban 让他们在 BP 阶段就给 T1 挖了个陷阱，放出卢锡安的同时拿出厄斐琉斯这样的大核诱使 Kyria 选择娜美或者米利欧，并且奸姬很清楚 T1 在拿到卢锡安时就两种思路，要么给 Faker 拿一个发育大核保障后期，要么干脆加码前期阵容。沙皇默认 ban 再 ban 发条，最后再 ban 掉线罢游走的 Nico， 封锁了 Faker 所有后期法师的选择，最适合前期节奏的 Nico 也没有了。然后奸姬拿出奎桑提，看到瑞尔和奎桑提这组合，卢锡安中期的进攻压力巨大，此时中路战略上只剩下库奇这样需要长时间发育的选择，最终 Faker 选择勒夫兰加速前期的压制力。最终 T1 拿出了一套前期不爆炸领先就基地爆炸的阵容，面对奸姬双坦双射手的发育乌龟阵，说实话，这奸姬这阵容要是给 LNG， 我就敢直接宣布 T1 的胜利。但奸姬也告诉世人，教练 BP 做得好，最终还是要选手能力做支撑的。英雄联盟这个游戏不光要看阵容，也要看 ID 的。奸姬在下路率先抢2后直接前压，占据了线权。由于下路卢锡安状态不佳，皇子下路只能逛街，还无法收获小龙。Canyon 收获潮虫后又接盘小龙，奸姬后期阵容节奏大好。随后宙斯上路接连遭中，被连续抓死2次的杰斯宣布断开连接。12分钟 T1 双人组在急需打出优势的压力下压线过前，被奎桑提 TP 绕后，基本就宣布 T1 所有战术的崩盘。虽然此时 Faker 的妖姬发育还算正常，但 T1 在正面已经没有持续输出的能力了。最后奸姬一路高歌猛进，打出了13-0的速通局，26分钟就拆掉了 T1 的基地。第二局比赛 T1 拿出了一套看起来正规的阵容，但下路自己先爆炸， Gumeoz 自己回头送出下路线权，上单宙斯小炮单杀 Kian 卡牌，双方一路均势。但这个时候奸姬开始玩脑子了，在团战中利用卡牌大招优势来回拉扯补充经济。21分钟找到机会，一波0换4拿到主动权。26分钟 Faker 开大进场被 Kovi 单防， Gumeoz 落单再送人头，奸姬拿下比赛。可以说这2场比赛奸姬完美的展示了如何解决世界性难题，如何击败 T1。 击败 T1 首先要先清楚 T1 的优势是什么。常规局面下 T1 往往能依靠上下2条线的个人能力拿到对线优势，或者依靠开局的战术布置帮助打野获得领先，在反哺线上，从而在转线期拿到主动权，中期拉扯时依靠敏锐的感知抢先拿下资源，绝境时还有一手 Faker 开团作为兜底。结果这些套路在面对奸姬时全部失效。首先奸姬全员能力不输 T1， 尤其是中下2条线，不论是 Faker 面对 Kovi 还是下路双人组
T1都很难在对线期依靠队员的个人实力拿到主动权，甚至 T1下路组合2局都是劣势，直接压缩了打野的活动空间。第二，歼击在开局阶段的设计帮助队伍很好的抓住了 Warner 的前期动向。去年世界赛时都是 T1 玩套路来赚 LPL 队伍的优势，结果面对歼击野区把劣势 ，Warner 也是出了名的不带脑子的，优势听 Faker 指挥，感觉他是战神，结果一到劣势就给人感觉脑子里全是肌肉，只会做个打手。尤其是中路 Faker 对线 Covey 需要集中注意力对线，没有反馈之下 Warner 就更显得逛街。上路宙斯在这2场比赛遭遇了顶级待遇，第1局被 Canyon 直接抓穿，第2局 PM 用卡牌大招优势和宙斯玩脑子，几番拉扯下不仅仅补回了被单杀的劣势，还直接抓住机会打出一波团灭。等到绝境之下 Faker 准备搏命的时候， Covey 早已等候多时，这招打 LPL 好用，但 Covey 实在是太了解 Faker 了，歼击几乎是手把手的向世人展示了如何打 T1 的教学局。首先承认版本方面 T1 吃亏了，下路厄斐琉斯和泽利这样大和 AD 的加强，一定程度上让 T1 的双射手体系不再吃香，因为双射手是一个需要在前中期积累优势尽快结束比赛的选择，但大和 AD 配合辅助，只要在对线期不吃亏，后期的输出肯定是超过双射手的。歼击下路组合的个人实力也是他们取胜的原因，2场比赛都能在对线上拿到优势。第二，中路对线需要给 Faker 压力，从 S13 换下 Faker 连败后，几乎所有的队伍都清楚 T1 的其他4个人都是打手，充其量也就 Kyria 有些指挥能力，但最终能持续正确的判断局势并且找到对手破绽的人还是 Faker。 这几年来 Faker 要承担指挥任务和年龄的增长，让他在对线和游戏内专注度方面持续下降，一度有人戏称可以熬老头来战胜 Faker， 但 Kyria 的成长和 T1 其他选手的个人能力让 Faker 不再需要频繁的分出精力，可以在前期专注对线，只需要在中后期的关键决策上做判断就可以。但这场比赛 Covey 对线让 Faker 付出了大量的精力，野区和下路开局不利， T1 就失去了转线期那种游刃有余的感觉，只能被动的被歼击牵着鼻子走。这时候只要打野稍微安排下宙斯，就能把 T1 按死。这版本 T1 最大的问题就在于 AD 选手 Gomez 身上，作为泡面鸡蛋理论的开创者，他一直都不是队伍的核心。如果你是一个队伍的核心选手，你是不可能说出自己在队伍中可有可以的。但这版本泽利厄斐琉斯加强，但这2个英雄一直以来都是他的噩梦。此外，他的卡莎也比较一般，也就是说，新版本的2个大河下路和卡莎这个冲阵对策解 Gomez 一直以来这3个英雄的发挥都有问题，加上沙皇由于 bug 被默认 ban， 直接少了中路一个兜底选择，因此 T1 在新版本拖后期只能依赖 Faker 拿发条或者飞机，而自己还需要承担 AD 位的 ban 人，这样会让 T1 在 BP 阶段遭遇巨大困难。今年看下来 LPL 的队伍似乎发挥都比较一般，要是没人帮 T1 解决掉歼击， T1 今年能拿到冠军吗？你们看好 T1 能在春季赛和 MSI 拿到好成绩吗？感谢老爷收看，欢迎点击订阅，我们下期再见。